诈骗集团太会骗，一不留神就喷钱。搭飞机的前2天要填一个东西叫电子签，护照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要写上去，卡就被盗刷了，很多钱的。他骗我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我汇了3万5，结果到第12天他人就不见了，光在脸书我就被骗4次。哇，好有钱，所以诈骗惯犯超可恶，利用爱心一骗再骗。有一次我就叫那个计程车开，突然他就说，唉。你应该是我载的最后一个客人。我说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完全可以帮助你。下车以后就发文，下面人就说小瓜这好像是诈骗，人生神奇的事情。我就在家里门口就拦了计程车，突然他就说，哎，你是我最后载的一个客人。又来呀！他连骗过你他都忘了，他忘记了，就代表他骗太多人了啦。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欢迎你们好。现今社会的诈骗真的是非常的猖獗，而且无所不在。今天我们邀请到5位来宾，他们个个都有被诈骗的难忘经验。到底那些骗术手法有多么高明？为何可以让人落入了陷阱，还甘愿把钱双手捧上呢？马上欢迎他们出场。来，首先欢迎西小瓜。哎呀，被骗了，被骗了，哎呀，被骗了。欢迎依依。大家好骗的首要条件，他不是很善良，要不然就是很贪心，只有这2种。目前大众来说，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所以现场谁是比较善良，谁是比较贪心的呢？这些都是善良的。到这里。贪心，我比较面善啊。贪心啦。被诈骗的次数超过2次以上的举手。你说是得逞的吗？没，只要被诈骗，被诈骗就算。有啊，就是没骗到你，没骗到的。你是举得逞吗？对，被诈骗得逞2次，2次。我3次哦，很多次被骗，一直被骗。所以蔡武雄跟依依都是1次。1次。对，我其实是一个又不贪心又很善良。来下一位来。我其实是一个骗呢，这样讲就诈骗了，诈骗我们，好笑。没有，我真的啦，我的故事就是有一点离奇，而且有点惊悚。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我们其实就像家人一样。然后她有一天就介绍给我她的那个才艺老师。哪一方面的才艺呢？音乐方面的国家级的老师 ，OK，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老师很有地位，然后我们也很尊敬他，而且他在那个音乐圈里面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然后那个女老师呢，她有一个老公，所以我们都叫她老公叫做师丈。师丈每一次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就是谈很多的生意这样子，然后常常会是个生意人。对，而且对，然后他谈很多的投资这样，然后那个金钱都是大笔进出的，我们也不会多问，因为其实我不太懂那个投资，所以我不会多问。但有时候他就会说啊，我最近又要换车了，因为他们的公司就是3不5时都会帮他换很好的车子，因为就是他表现很好，他就是他们公司投资的业绩就是都第1名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他，就是譬如说 iPhone 手机新出的，全台湾可能都还没有上市，然后他可能就拿到很多只，而且他看起来就真的很有钱，然后出去吃饭都吃很好的餐厅，都请我们吃，然后他也不会叫我们投资哦，他也不会叫我们拿钱出来，都没有。但是有一次，他就刚好讲到说，他这一季又要去国外，又要投资这样子，每一季他都大概会有1000万的额度，帮他的身边的人就是凑齐钱去还是什么操作，对，大概可以有1000万的额度拿去投资。可是这一季他还没有满1000万，然后我们就说哦是哦，我说那个投资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你投资啊？那个是我们自己主动问，他也不会讲。然后他说。他们的公司的规定就是，譬如说，我投100万进去好了，如果第1年的话，我就要拿回来，我可以拿到1/3，我就可以拿到30万。这利润很高哎。对，所以如果我第1年我放300万，我1年我就可以拿回100万哎。然后如果我继续放到3年，我就可以拿到600万。
很惊人的数字，我们就说哇，可是一定要这么大笔吗？没有一定要这么大笔，可是他也没有叫我们投资哦。那是我那个闺蜜，她就说，哦，那你这一季还没有那个扣打还没有满嘛，对不对？那还差多少会满？然后他就说我们大概还有大概300万左右，快到300万。然后我那个闺蜜就自己说，那我可不可以投啊？而且闺蜜就要投资了。对而且我闺蜜说要投资的时候，她还没有马上答应，她还说可是有点为难。对，有点为难。她说大家问问好厉看，害因为她不确定会不会，她之前有问过朋友，她朋友也许要的话，她就要先给她朋友。然后闺蜜就想说就是那怎么办？这一季没有跟到怎么办？就是希望可以说你帮我们再问问看。好可惜，好可惜，就越想要。目前为止算不算贪？算贪吧。算。我闺蜜算贪，我有跟她说，世界上没有这种投资啊。如果郭台铭他去做这种投资，他世界上就郭台铭的钱就会再多1倍啊。所以我就跟她说不可能，她说没有关系，他来凑那300万，如果真的有差多少，他再来跟我借。反正后来那个人当然就是跟我闺蜜说 ，OK， 是可以的，你这一季可以跟得上。然后闺蜜大概凑到270万左右，她就打电话给我说，那你要不要先借我这30万？然后她说也不要说借啊，如果真的赚那个钱就给你呀，这样就等于你也投资了30万。对，然后我就把那30万我就拿凑齐了，对，就凑齐了，就给他那个。然后到了第1年，那个师长就跟我们说，钱可以拿回来1/3了，你要不要拿100万回来？ 100万了。对，不，他就问我们要不要，我闺蜜就真的觉得说，你看。是真的可以拿得回来的，她主动问我们呢，而且我现在要拿就真的拿得到哦。然后闺蜜就说，那如果我放的话，是不是可以再多300？所以我闺蜜就决定，那先不要拿。然后到了快要到3年，我们真的升到第3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跟她说那拿回来。这中间你都有跟这个师长聚会啊，什么都还是有，都好好的，很正常。然后，而且他现在说，如果你们今年3年要到了嘛，那我就去国外。他说那个操作要去国外操作，他还到机场哦，然后还那个拍照传给我们看，我们就真的看到他在那个桃园中正国际机场这样子。怎么要去国外操作啊？现在线上不是都可以操作吗？不知道，因为他可能要帮很多人操作，就是金额很大笔这样，他就要去国外操作这样。我们还看到那个照片。然后后来到了前一天，我日期要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要一起吃饭，就到了凌晨。就那个老师女生嘛，老师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是6点多，凌晨6点多，说师长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师长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说你先不要紧张，我们就是先去报警啊，干嘛的。然后他也觉得说这么大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所以那个老师就继续教课，教到下午3、4点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那个闺蜜说，师长跳楼死掉了。然后我们就说死掉了，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钱没有拿回来这件事，我们只觉得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的朋友，这么好的师长死掉了，而且是跳楼自杀死掉。而且前一天才一起吃饭的。对，然后我们就赶快去把那个老师接过来，这样，然后那老师就说，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要赶快去殡仪馆看尸体？然后他说没有，他要先回去开家庭会议。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你先回去开。然后后来我们才就是我跟我闺蜜2个人到晚上，我们就越想越不对，怎么会就是这样死掉了？然后我闺蜜就说她有认识殡仪馆的人，她就请殡仪馆的人去帮我们看看那个老师那个尸体有没有这个名字？对，有没有这个名字？然后而且因为那个师长他是白化症的人，所以很好认。然后后来殡仪馆的人就回报跟我们说，真的有这个名字，而且他有掀开来看，确定是白化症的人，确定是走了。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可是越想越不安，我们就去报警。然后警察也去帮我们看了，然后警察说确定是师长，确定是那个人，然后我们就说那怎么办？我们钱还是要拿回来啊，而且这个就是诈骗吧，是不是？你们还是要查。可是很奇怪，台湾法律就是只要人死了，我们就好像就不能追究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再也没跟那个老师联络。真的不能追究吗？如果是刑法的诈欺，当然不能，人都死了，你也不可能关他，对吧？但如果赔偿当然可以啦，但前提是你刚刚是警察，警察一定是处理刑法就是怎么会在满3年的这天他就往生了？对。那所以老师也没有跟你讲钱怎么样？对，也完全再也没有联络。我那个闺蜜，因为那个老师是我闺蜜的老师，其实跟我没有到这么熟。1年到期可以领回100，会拿回来的举手。会拿回来，我不会投资。如果是我会觉得资金盘一定要拿回来啊。对啊，入袋为安啊，眼见为凭啊。
我是2023年大概6、7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哦，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解封，不是有一个出国潮吗？对。所以那段时间大家就狂出国，报复性的出国。对，所以我也赶上了那一波，然后我也赶去了，很怕赶不上啊，很怕赶不上。然后呢，我就去了一趟新加坡。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算是我第2次去新加坡，可是我第1次去是有人带，所以所有事情都不是我在处理的。然后反正我就是突然那一天，我记得好像是要搭飞机的前2天。凌晨12点多，我就突然想到要填一个东西叫电子签，新加坡电子签上网要填，因为它不是72小时前要填吗？结果呢，我就打新加坡电子签，然后网页就第一个就出来嘛，然后我就点进去，然后因为它是英文版本，所以它是可以按翻译的，我就照着那个翻就填完。那时候凌晨12点多，其实我有一点累了，然后可是我就硬把它写完。写完之后我就把它关掉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哪里怪怪的，就是有一种很不平安的感觉，因为我就想，第1次是我朋友帮我们填，他那时候有跟我要我的卡号吗？他有跟我要钱吗？然后我觉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后来就决定，我还是打电话去问我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啊，那是免费的，没有要收钱。然后我就完了，我刚刚刷了一笔2000多块的手续的钱，因为他填到最后，而且是你的所有的资料、护照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要写上去，什么安全码什么都给了，都给了。然后我就说完蛋了，我就想要赶快再去找那个网页，再也找不到，它就消失了。然后我就。真的全身都在开始冒汗，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要去银行要停卡，然后我打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人接，我那时候快崩溃了。半夜啊？半夜不是废话吗？半夜有12点半填的，很多不是24小时服务电话吗？对，可是没有人接，我打了半个多小时，很紧张。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刚卖房子，所有的钱都在那里面，那个人很多钱。哦，你不是信用卡？不是，你是那个我是金融卡，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快崩溃了，因为我想说，他有所有资料，有我的卡号，有我的安全码，他如果不是只扣，双手奉上哎，对他如果不是只扣那个怎么办？对，还好我最后终于给我打通了，然后我打通之后，我就赶快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去查我的资料，他说真的有一笔钱被扣掉了，台币2000多。他说但是还没有进到那个账户里面，那是国外的，所以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是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就立刻帮你冻结。我就说那他有没有会不会盗刷我的？他说那你现在立刻停卡剪掉，我现在就立刻处理。他说只不过你就是明天你要来银行一趟。但其实这件事情，我就那时候就有 PO IG 就讲，我就说我被骗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很多人都被骗了，然后有些人就跟我说他们就被刷了10几20万，可是他们太晚发现了，有的是到了。当地的时候发现没办成，对，根本没有办，然后他才发现他被骗了。那你就只能重新弄，可是他的卡就被盗刷了，因为他诈骗的就写在第一个，然后呢，他等于他也有下广告，他有下广告。那我们要如何辨别这个网页的真伪呢？所以你最好你就是去打这个国家的观光局里面的网站去填它的官网的连接去，不要变成是开口的搜寻，不要是那种搜寻有时候跳出来什么，而且它有各式各样，平台入口就直接点了。对，不要填那种的，因为那种的很容易就会遇到骗人。如果它又是全英文的，对，然后基本上电子签是不需要填的，所以它如果到最后要你填卡号那些，就是基本上就会是骗人的。而且到现在我那笔钱还是被冻结的，所以你每次看也没拿到，你本人已经去银行了办了，不能。不行，对，这个就是圈存呐。那原则上，银行应该现在的做法是这样，有2种，一种是你只要去填声明书就可以拿回来，这是比较松的银行，目前没有法规。那比较严格就是你一定要抓到人，起诉了，拿那张起诉书去跟银行讲，他还愿意解冻。对，所以你这个是严格的，抓不到人，所以也没有办法解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金额不大，对。刚陈哥有说什么被骗2次以上，因为其实我被骗真的很多次。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骗呢？我觉得太容易相信别人，容易相信吧？对，确定不是贪？
每一次交易态度都不太一样，但是交易态度，但是在就是我脸书有一次最严重，因为有上新闻，而且甚至因为一个1200块的马里奥赛车，他是在那个 Switch 交易的社团，可是有私密社团无法可管啊。因为这个人他就骗了我之后，我就呛他，我就说诈骗死全家，你这个败类。他又知道你是谁？呛他之后，他就骗了另外一个人，骗一样的内容，然后那个人第3个人把钱汇到我这边，他没收到，他就告我。然后告我之后，我就被列为刑事案件诈欺的共犯，然后我还因此被媒体联访。对，那时候大概10几家媒体来联访，然后那个大哥还跟我讲说，哎，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你。然后我就说，我因为1200块马里奥赛车登上人生的高光，对，很划算啊，只花1200，其实真的是共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然后也因此就是我那时候预售刚好要交屋，然后结果我因为完全没信用啊，我连那个银行什么信用卡全部都不能用。然后那时候本来是不能贷款。怎么澄清啊？那个时候后来警方有帮我，然后他有帮我找到受害的第3个人，然后我去先提前找他和解。所以在交屋本来快违约之前，然后有顺利的完成贷款。那有抓到那个诈骗的人吗？好像会有开庭了，但是我就没有特别再去，因为我觉得房屋有交屋，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怕麻烦哈。有一点，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光在脸书我就被骗4次。我刚好遇到一个他骗我，就是 iPhone 15 Pro Max，因为那时候市价刚好就是全新的4万2，然后。我一般找都找3万7、3万8，后来我找到一个，他就认出来是我，然后我就说，哎，考武哥，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手机？哦，我说我希望做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所以我需要好的手机，然后来拍摄。他说好，那我挺你，哦，那我算你3万5，哦，然后他说啊，考武哥你要加油，我会好好支持你。我觉得我自己很精明。所以我力求是要面交的，然后那时候他是住在那个桃园的永安渔港那边，那时候要交易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没空啊，他车子坏了啊什么的。然后过了大概10天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哎，到底好了可以不可以面交？就他说他要去台中，就希望说我可以汇钱给他。然后这个中间呢，他一直不断都有跟我打视讯哦，还有给我证件号码，他有给我他的身份证正反面，然后还有很可信。我觉得他要给我邮局，因为一般我以前被骗的经验，如果是16码是虚拟账户。虚拟账户可能就是他拿了钱，那个账号抓不到人，所以他给我他的邮局，哎，我觉得蛮可信的。他重点是他还是我的车友，他跟我那一台同样，他拍他洗车改装他，然后我刚好有在进一些零件，我就说，哎，那我可以帮你安装尾翼啊、大包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他的干妈是白冰冰姐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扯到冰冰姐啊？那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到底关你什么事？对，有什么你的粉丝吗？你们2个有很多的交集，很多交集，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这真的是朋友一样。他还传照片给我，就是冰冰姐在他家打麻将的照片。这可以发吗？这个？冰冰姐同意吗？对啊，冰冰姐他到底是个集团还是个个人呢？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很缜密的犯罪的过程。干妈也在走演艺圈，叫他说出名字啊，他干妈是谁？我本来想说啊，反正通告也不是很多，那假设可以因此而跟冰冰姐比较熟，也蛮荣幸的。对，结果后来要交易的时候，他说人在台中，他说哎，考武哥，怕你等太久，怕你的拍片计划等太久，不然你要不要汇钱？他还替你着想啊，我就真的汇了3万5，我汇了3万5。然后他呢，他说啊，考武哥马上帮你办好，然后他还跟我视讯，他还去便利商店拿了一个盒子，然后真的去寄视讯，然后我就这样。等了之后，等了大概3天，哎，还没到，没奇怪。然后到5天之后，我确定他是诈骗之后，他还在继续都跟我联络说，哎，考哥真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个状况，不然我再回去看。到了第7天，他也承认货是没送到，我就说你可能不能这样子，你可能钱要还我，不然我可能要采取一些动作。他说啊，考哥不要这样，我去好好追讨这个，如果真的有，听起来真的好有诚意。对，然后我说我会把钱还给你，然后我就说，哎，时候到了，你钱要不要还我？他说考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再还你。结果到了第12天，他人就不见了，断联了，所以他等于被骗财又骗色了，就欺骗我的感情，是吧？他感情人财两失，而且我本来真的想好好冲自媒体，想要拍片，就因此而被浇熄。但我还是买了 iPhone， 但我就是买最新的，不，我就买全新的，就是怕再被骗，所以我光了买这支花了快8万块。诈骗惯犯超可恶，利用爱心一骗再骗。有一次我就叫那个计程车开，突然他就说，哎，
你应该是我载的最后一个客人。我说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完全可以帮助你。下车以后就发文，下面人就说小瓜这好像是诈骗，人生神奇的事情。我就在家里门口就拦了计程车，突然他就说，哎，你是我最后载的一个客人。又来，他连骗过你他都忘了，他忘记了，就代表他骗很多人。太多人了啦。买这只花了快8万块，怎么可能 iPhone 呢？啊，张曼虎家这个啊，家赔的。两台啊，哇，对啊，有钱，所以目前为止这个也是贪，贪便宜，贪便宜啦，因为他有说贴膜啊，然后什么又对，就这是贪没错，还图听冰冰姐的人脉。他被骂了啦哈！你们很容易被爱心诈骗吗？就像我本人怎样的？就是我自己非常很看到游民或者是阿公阿嬷，我都会很想给他们钱。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叫那个计程车，然后就一路上开，才刚开过2个红绿灯的时候，他这样开，突然他就说，唉，你应该是我载的最后一个客人。然后我想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呢？他说，哦，我之前出车祸，脚都断了，然后什么身上都很多受伤，然后都没办法好好开车，然后但这个计程车就是跟车行借的，所以要还这个钱。那现在就是没有钱还，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把这个车就是还回去，所以我以后就没有工作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好可怜哦。你达到他的告别作了。对，然后我想说，哇，这一定是要跟他有一些连接什么的，就是这样就可以帮助他。然后我说，那现在该怎么办？然后就说就才差9000块这样子。然后我先跟他拿电话跟那个银行卡，我就在我这个路途中就先赶快打字发文问有没有人有这样状况，先打字，然后等到我下车的时候，我刚好就发这个文，然后我也想说先不要汇，我说我都有你的卡了，那如果你真的车还了以后没有钱吃饭，你打电话给我，我也留电话给你了，然后。这个车费大概200块，我就给你500块，你就不用找我了，你就去吃饭。然后真的没有的话，你打给我。7元外。然后我就这样子哦，结果后来我就下车以后就发文说，哦，今天遇到什么心善的人，什么很可怜什么，就回复。下面人就说小瓜这好像是诈骗，因为如果他不是诈骗的话，不然你就可以找那个什么社会局帮忙他。然后我就还传了，我说那你还好吗？他说哦，我的车已经还了，谢谢你的关心，平安喜乐。然后我还传社会局的那个给他，我说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完全可以帮助你什么的，吃饭都没有问题。后来这件事就过了，然后过了1个月，因为他当下说还了嘛，然后过了大概没有1个月，1个礼拜，突然有一个粉丝就密我，然后他就说小瓜，那个我好像有跟你一样的状态的事情发生，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我说哦，那你传照片给我看，因为我这个人的习惯就是我上计程车一定要拍后车的这个照片，很谨慎，名字、事业登记证，下车以后还会再拍一次。像我送女生朋友回家，我都会帮她拍，或路边的轿车都会拍。然后就我都拍了以后，跟她对名字说，哎，就是这个人，因为她那个女生拿的是身份证。然后我说，那你被骗，你汇钱了吗？她说汇了9000块，马上汇给她。每个人都9000块，每个人都9000。然后我说，可是那个司机跟我说，他当天就还车啦，而且你怎么现在3月多了，怎么还会有就是可以上到他的车，就代表他是诈骗。我直接密那个司机，我说你现在立刻把钱还给你所有骗的人。如果你让我再发现你在骗人的话，我就会直接报警抓你。这可以直接去车行讲吧？好了，来了，我打电话给车行，车行说我不是拍里面照片吗？跟外面的，我就先查里面，然后车行说没有这个人，那我说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别张照片，有那个编码几个数字的？我就拍后，给他外面那个车码，他就说，有这个人，可是车子不是里面这个人的。然后因为里面这个租车跟开车的不同一个人。对，但是这件事是合理，因为可以租车，计程车只要你有驾照证照就可以。可是他把下面那个他里面的计程车的车牌他是换掉的。那我要问律师，可以在社群上面公布这个人的那个编号或是那个的吗？我认为可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有个资法问题嘛，没有诽谤问题啊，因为你讲的是真的嘛，而且这跟公益有关。个资法一定要是我为了去害这个人公布他的个资，比如说要害他被延上啊之类的，有这种很坏的意图才会被处罚。那因为他这个诈骗大部分都认为跟公益有关，而且小瓜如果真的公布了，
也不是为了害那个司机，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对，所以我觉得是不会有问题啊。至于说你跟那个真的骗你的司机之间，可能就是刑法诈欺的问题。对，所以他就说要去告。对，但后来就是打电话他们就没办法解决，然后他还是继续开。可是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就不想要再搭这个车行的这个 app 了，我就把它删了。来了人生神奇的事情，我就在家里门口就拦了计程车，一拦，然后一上车关门以后，我就说哦不好意思，我要到信义区，然后就看那个车牌，想说哎这个名字不是我那个很熟悉那个人吧？我搭头一台车，你随便招的，随便招的，然后结果一上车以后呢，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我该不会死在这里吧？因为他知道我打电话去，还是那个人吗？一模一样，然后好有缘，还是那个人，还是一样，他有他的赖啊，你长得这么特别，他没认出你，他没有发现我。然后因为上一个我去那个跟他们讲说我要报警什么，他说你没证据，我说好，这次我准备好了，老天给我这个机会，录音，然后结果就开录了以后呢，那个司机就开，他都没有反应，可是突然他就说，哎，你是我最后载的一个客人，又来，没认出来，一招。他慢着，他连骗过你他都忘了，他忘记了，就代表他骗太多人了啦，他每个都骗。对，我说那你现在欠多少钱？他说11000。我说涨价，大年给我通货膨胀，台币变薄了，会涨得还快，这样子。我说好，11000，谢谢11000。结果呢，一下车准备要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因为我要去一个饭店，然后那边不是有保全吗？我就把门打开，然后脚先这样过去，因为怕他把我载走，然后手机就不是录音吗？然后我就转换，我说好，司机找你钱，然后钱一拿，我就换录影模式，我就这样，我说司机，你骗我2次了，你知道吗？哇！然后他说没有这样，我就说我都拍起来了，你之前这个车牌是骗人的，我现在就抓到了，是不是你？他说我换了啦，我现在换了，我就说那就是你喽，我现在有证据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你等着瞧，我一定会把你抓到警察局。如果你再继续这样骗人的话，因为我没被骗钱嘛，你还是给他第二次机会。后来呢，我就下车，然后把那个车门就打开以后，然后突然那个贵妇阿姨就这样漂亮走，然后我就说阿姨不要下车，他是诈骗集团。然后跟那阿姨这样子，哦。然后就关门，我要到那个东区，然后我就气死了，我说就那阿姨被诈骗，气到不行。然后后来呢，我又更聪明，因为我想说我要再看他后面那个是不是真的嘛，因为太气我没拍到外面，然后我就打给饭店，我说饭店不好意思，那个我的行动电源掉在刚刚那一台计程车上，你可以帮我调一下查一下吗？这样子。就把所有他的资料查起来，全部都是他之前给那些骗的状态的一模一样，就变成是我有纸本了，我也有这个证据。他真的可以治他，可以治吗？可以治他罪吗？所以你去警局了吗？我没有去，因为我没有真的被骗。因为你先问一下律师啊。因为他也把那个9000块还回去，我只是希望说如果还有的话。你的朋友他还了。就是那时候我不是呛他，我说你最好把所有钱还给他，他才涨价啊，就马上还。他就少算了一次就涨价，对啊，马上还了，然后再到我要11000剧本没有升级啊。对啊，然后后来不会再第3次了，他应该认得你长这么特别，他竟然不记得，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会杀我，觉得他竟然没杀。多9000块。但我还是要说，其实很多警察会说你没被骗就不能报案，其实这是错的啦。真的吗？对，因为诈欺有处罚未遂啊，还钱也算诈欺已经完成，所以不管是你有已经还钱。或是我被骗了，但没被骗到，都还是可以受理。但只是说有时候会被话术就劝退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比较麻烦，很麻烦，超麻烦。可是他有证据又有证人，对，所以是可以报的。可是吃小瓜就会一直跑警察局啊、地检署啊，就很麻烦，就对了。同学来电，拜托救急，靠绝招确认真假。我以前的一个同学，然后他那时候就打给我，就说他被诈骗了，你可不可以先就借我个2万多块？说你先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我等下再回电给你。我就把他挂掉，我就大概等几个小时后，然后我就知道那一定是诈骗。不错，这招蛮好的。你好厉害哦！好，我也要学起来。你们今天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很棒哎。对，我们第2个环节也是很重要。没错，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来，这些手法千万要小心。我先来，我有2个，一个是 AI 声音的诈骗，还有投票的。AI 声音诈骗什么意思？来，现在如果你接到那种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通我都不会跟他讲话，我会等他讲。
然后但是他有时候不讲话，他自己就会挂掉，因为你讲话的时候他会录你的声音。哦。可是就算你只是喂也是吗？因为我不晓得他的有精准到什么程度，所以基本上我连喂都不喂。我接到很多次。不错，这招蛮好的。你好厉害哦！我也要学起来。这招。那我这次这个遇到的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然后他那时候就打给我，就说他被诈骗了，然后他现在很紧急，你可不可以先就借我个2万多块而已，然后我马上就是可能明天我就可以还你，因为我现在处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那不然我去找你。看需要帮忙，本人去这样子看比较真。你很谨慎。你是想探他的真伪，还是我真想帮他？都有，一半一半。OK。然后呢，后来他的回应是，他就说可是我现在很急，可能你现在没办法，我就是要处理，就一直在讲。然后后来呢，我就是态度还是好好，我说你先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我等下再回电给你，我就把它挂掉。我就大概等几个小时后，我传简讯给我那个朋友，我就说，那你最近还好吗？我也没有说什么刚刚的事情，我就只是等他自己提，然后他就说很好，这样就没有提到别的事情，然后我就知道那一定是诈骗。然后后来大概过2、3天，新闻就有出，就现在会有录声音的诈骗。然后我第2个这个投票的诈骗，其实也是跟 LINE 的群组有关。我记得就有一天，有一些人就开始，我以前的同学就传说，我的小孩啊什么要帮他投票。有一个比赛有对这种我最近也有收过这是诈骗吗？诈骗是，可是是诈骗吗？点进去就被骗了吗？不是，他是要输入你的个资，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个资，我就觉得有点麻烦。我其实那时候是有点麻烦，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我想说我晚上再来一次把它搞定好了，我就退出去了。对，然后我就有其他的同学，就看到他们说，我帮你投了什么什么，就真的有同学去投了。然后呢，晚上我一点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讨论？就想那个同学就讲说什么他的那个账号被人家拿走，是骗的。他其实不是他，就说我被盗了，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可是后来他知道了，可能有人问还是什么，他就开始在群组。可是那些有参与投票的人都会被变成另一个人头。对，就是他说，其实当你只要输入你的个资，他有你的资料，他就可以把你的 LINE 拿走。所以现在有那些投票的，只要输入个资，你都不要理他，而且有的还有宠物投票的，对，都不能进去。他是用你的喜好啦。对，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那次因为怕麻烦，我略过了。就没有被骗到，可是我有其他同学就被骗到了。我的是虚拟货币诈骗，那虚拟货币那有少数人才会去，这个我们不懂的人很难。1万人里面只有100个人在玩，你这个，你觉得他会不会为风潮呢？我们那时候光自救会可能有200-300个一个大群组，那金额大概都是几起跳的？我的前面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们是都专门在用比特币那些的，所以我那时候有压一些钱在那边，我是有赚钱的，而且我就赚了大概2年了。然后他后来说什么要有一个再买到下一个比特币，就要靠这个币，因为这个交易所是前10大，那交易量都查得到，然后很多人在上面买卖，所以我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你50万要不要全部移过去？那如果你可以凑到5万块美金的话，就150万。那如果你真的赔了，这5万美金我赔你。然后后来我就找了我爸，这个币大概我压了3个月之后，发生事情就是他整个交易所是全部不见，爆仓。我相信应该是他圈钱圈到东西够大了。就是很多人因为他只要就收了。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它其实是资金盘，这个也有上新闻。什么叫资金盘？就是类似说上线拉下线，然后下线的钱进来就是内卷。哦，内卷。然后刚好这个呢，我也有参与。哈，这个才上个。你这样真的很容易说服我们，你今天来上节目是因为手头紧。我很爱救人，因为救人要紧。你这么惨的遭遇，他还可以讲笑话。对啊，你真的。为什么要紧？因为救人要紧。对，赔赔谐音，把自己的例子教训，然后分享给大家。都是血泪的分享。这个也有几十万。是一个我一个很好的网红朋友，他找我就是考古，我很照顾你，你要成功就一定要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投的，因为我历年来赔太多钱了，所以我很谨慎在投。我看不出来你很厉害，你就别玩了吧。很谨慎的在赔。他找了很多的下线，然后最近我这个上线，他有一点就是大家要告他，但我是都没有找人，我觉得胜负在自己。但我其实没有赔太多，我大概就是我好像也是投60。
60不多吗？还有这次那个冰冰姐夫可能就对啊100万，好有钱哦。冰冰姐夫就太容易相信朋友。然后我有拿回来大概40几，所以我是赔10几。那加之前也是赔啊80因为他是去年2024 4月爆炸的，爆仓的。然后有一个艺人，我不能讲他是3月多一加入他就爆炸了，他是完全1毛钱都没有拿回来。这个其实很简单，他就是他没有在做，他没有钱没增加，但是他可以一直发利息。为什么？他拿别人的钱来补给你，对，所以说一直拿，我的钱不够补前面人，我就收一收走，那叫爆仓。对，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说前面的人可能会赚哦，因为前面的人拿回来，然后一直拿，后面的人刚加入就爆仓，所以越下线越衰。对，越危险。啊，而且那个艺人朋友他一进来就爆了，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查，这个叫做袜子诈骗，那个就新闻上都有。然后现在目前他们的老板是正在诉讼这样。然后我也是希望司法能够有个公正的判决。很难因为你也卷在里面。对。工作诈骗很要命，朋友开口勿轻信。熟人，我觉得这很恐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骗他的那一个，我们以前大学同学，跟你说你是要去工作，他带你去工作，这样他就把我那个空姐朋友骗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们那边就有人说，我们先帮你们把护照收起来，找了一些理由不给他，可能是什么人蛇集团或是什么。一定是的。我的就是很快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演唱会诈骗也可以。这个你诈骗什么？代购邮票吗？不是代购，是代购啊。代购。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朋友他在上海，然后他就很想看那个 2NE1 演唱会，就最近2月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小光，我要抢票，明天我们一起去看。我说好，你抢到我们就一起去看。就他就说好，他就去那个抢了这个票，然后就说哎抢到了，你马上汇钱。我就说好，汇7800给他，还好嘛，然后就汇。他说是 VIP 票哦，我就是很开心这样子。就后来因为你10月演唱会开卖，他2月才开始，所以这个演唱会他们都会说，哎，我们到前1个礼拜才可以拿票，所以你这中间的3、4个月其实是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票，但是有一个 QR code， 所以后来我们就等到12月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想说去赖回他，前面都有回，还给 Facebook 啊，然后给赖的这些照片，就到了那个12月的时候，他就密他，就发现哎，他怎么退出群组了？那他有留电话，他也打电话给他，就不接了。然后 Facebook 讯息就不回，那我朋友就跟我讲，我说不是你抢到票的吗？他说其实我是去脸书买的，然后我没抢到。我说好，那你是吗？请问一下，我说我在演艺圈工作，我还上网去买，我直接问这些主办单位，不是更有机会拿到真正的票吗？你为什么当初要自己去买呢？然后还骗我，叫我一起加入。然后我说好，那就算了，那现在要解决嘛。我说那现在你密他都不回，那我们如果现在1月的时候先上网说，哎，我们被诈骗，可能我就会自己想说，那个人如果他到2月给我票，我就会变成是诬告他，或是毁灭他，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我就上网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人也跟这个人买了一样的票？他最近好像消失了，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联络到他？然后就在 Thread 上面，这样就有点暗示，对，暗示就有人就说小光，我也有买。我说哎，那你买的票是座位是在哪里？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结果他就给我那一张票。一看，我说哇，同一个位置，我说一模一样的。对，我说请问是我要坐在你腿上，还是你要坐在我腿上？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这件事就抓到了，就是诈骗。对，所以我就马上就去跟那个新闻什么，大家就帮我写啊，我很爱发文，就是他就帮我写，分享出去以后，然后就更多人发现了，结果警察也开始找了，就真的抓到这一个夫妻档了。然后他们就是夫妻档，他们就是每次都是透过一个工程师帮他们买票，那他们其实有买到这个票。可是呢，他这个票一票多卖，他一票多卖，还先卖给黄牛。但是这个照片留着啊，我骗粉丝，就整个差不多赚了大概8000万吧。然后8000万，那不是只有这一场，它是整个全部。因为演唱会每个礼拜都在办啊，尤其韩星的，它可以卖更高。我其实难过的点，我们8000块，当然我们已经成熟，当然一点点的钱。可是对于那些喜欢偶像小妹妹，她们有多可怜？因为有个妹妹就跟我说，她说小瓜真的很谢谢你帮我，但是其实我还是很难过，是她发现了这个有人在售票，她叫她的朋友同学一起去，他们一个人也都是8000、5000，这样就是3万、4万，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很多哎，那种高中生、大学生，所以我就很气。骗你的真心啊！演唱会诈骗。
最后来一出国工作的诈骗，是这个超恐怖，这个那个说摘器官那种，看跟谁，然后去哪里做什么，先问好就好了。他当然一定就跟你说你是要去工作，他带你去工作这样子，而且是熟人，我觉得这很恐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就是我有一个空姐朋友，那个空姐呢，她算是资深空姐，所以她本身在当空姐的时候，她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演讲啊，会请她去教育训练一些学弟学妹这样，然后所以她就对于自己以后可以去培训或是去演讲这方面，他就觉得很有信心这样，然后被我们另外一个姐妹知道了，我们这个姐妹可能就利用人家的那种脆弱的心，就是可能刚离婚，然后也又需要赚钱这样，然后他就跟他说，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就是专门培训大家可以成为讲师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然后就说他们就是每一次都会有带人去啊什么，就都有跟他讲很清楚，而且又是自己的同学，因为我们几个姐妹多半会相信。对，一定会相信，而且我们就是骗他的那一个，我们以前大学同学自己本身也有正当行业、正当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觉得说他还会另外去当诈骗集团的诈骗分子这样，所以他就把我那个空姐朋友骗到中国大陆去了。那他是怎么去的呢？他其实机票也帮他出哦，然后到那边住宿钱，大学同学也会帮我那个空姐朋友付。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就人到就好了。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到了中国大陆去之后，他们那边就有人说，我们先帮你们把护照收起来，因为就是方便管理这样。因为我们去那边住，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团带去的团会在那边住，所以我们统一管理，就把护照安全起见，帮各位保管。对，就把它收起来，就保管了。住了几天之后，好像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受到什么训练，我那个空姐朋友就有点起疑了。就想拿看可不可以拿回那个护照，没有想到一问，我那个大学同学就真的找了一些理由不给他，然后他就趁着我大学同学睡着的时候，他就开始找，他就真的在那个住宿的地方，什么柜子翻，好险还真的被他翻到了，他就翻到有一个柜子里面，大家的护照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他就拿到自己的护照，而且他就连夜晚上自己跑出去，他赶快先打电话给台湾的认识的人说，哎，怎么办？人家说没有关系，反正你赶快先搭上计程车到机场去，然后我这边会帮你处理。他就找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人士，就帮他去把那个机票马上把它买好，然后他就回来台湾。所以他这个找到就蛮奇迹的。对，所以我就说，哎，好恐怖！我现在我还可以看得到你，真的是好家在耶，因为真的是有可能你不知道被骗去那边是什么人蛇集团或是什么？一定是的，这个比较像中介广西南宁诈骗案的。对，他是要你过去，不管是人蛇集团还是怎么样，是那时候是为了要让你投资那边，美其名是投资啦。我之前有个当事人，他过去发现哇，当地都很好，台商很多，然后都开各种店，那讲得很完美，大家去绕一圈，他不让他回来哦，除非你在这边投钱。最后他投下去了，他要离开的时候，那边的台湾人跟他说，哎，你还好，你付钱可以回去，否则他就是因为没付钱才留在这边工作的。啊，他是在那边工作，他被迫留在那边工作，就在那边继续成为共犯，骗下一个来的台湾人。假机关诈骗电话竟让律师夫妻失和。户政事务所打电话跟你说，哎，请问，比如说一珍，你有没有把你的身份证或什么的交给别人？那你就很紧张啊，你的身份证在手上啊，是不是被伪造或什么的？对，绝对是诈骗。我岳母也有接到过。那岳母有被骗到手吗？没有，他最好笑的是，我跟我太太都律师，结果他打给我，他没有信任他女儿，对，然后找你求证，然后这搞得我太太很不爽。他就是因为没付钱才留在这边工作的。啊，他是在那边工作，他被迫留在那边工作，就在那边继续成为共犯，骗下一个来的台湾人。好可怕哦！那时候广西南宁诈骗有这个问题。多久前？5年、5、6年前？不止哦，这蛮久了。蛮久的。那我要分享一下我两个什么手法，千万要小心。第一个是自导自演来骗人啊，这是一个手法而已，他可能要你用 ATM 操作啊，或是去汇款啊，或者是说上网点什么点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手法，它最新的就是会有银行或是什么一些户政事务所打电话跟你说，哎，请问，比如说一珍，你有没有把你的身份证或什么的交给别人，请他来帮你办什么什么业务？那你当然说没有啊，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他就说，哎，他就会离开电话，哎，那个叫柜台啊，快，你先把那个人留着好，我们等一下他说没有，要记得让他报警，先把想个理由把那个人留在现场。开始演了是不是？对，哇。然后他说，哦好，那个仪证里面我们确定好，没问题，那我这边会处理。哎，等一下他就会继续演，那个人就跑掉了。
他说他就会开始骂那个柜员说你怎么没有把那个人留下来，警察都还没到。对，他就跟你说，那个人拿着你的身份证跑掉了，那有点危险，那你赶快去报警。那好，我们这边也会同时帮你通报。好，就挂到电话了。那你就很紧张啊，你的身份证在手上啊，是不是被伪造或什么的？对，去办事情，那很恐怖。那没多久，警察打电话给你说，我们这边有接到那个户政事务所或某某银行他的一个报案电话，说你的身份证好像被别人盗用了，对不对？你说对，好，他就开始教你，不管他教什么，他最后就是要你去汇钱。那只要接到户政事务所打来你的身份证要挂失这件事情，你就要知道绝对是诈骗的。我岳母也有接到过，身份证挂失他不会通知你啊？他第一个不会通知你，第二个不会有人可以复制。台湾的身份证我觉得还蛮精密的。对，目前不太会有人可以复制一张。那岳母有被骗到手吗？没有，他最好笑的是，我跟我太太都律师，结果他打给我问。他打给你们？打给我问，打给你问，打给他女儿。你说岳母打给你，对，我想奇怪，他没有信任他女儿，对，然后找你求证，然后搞得我太太很不爽。买了家庭失和。对，好，那我们讲第二个这个买屋诈骗啊，那我只能说宣导一下，大家买屋一定要透过履约保证。履约保证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怕我给钱拿不到房子，或给房子拿不到钱嘛。履约保证就是我当第三人，我同时拿了之后双手做交换。那可是因为这要钱。对，那很多民间交易会是这样，就是我来看你的房子，然后我觉得超喜欢的，我立刻就拿200万定金给你，我定下来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要找履保，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非常有诚意，一开始就能拿200万的买家哪里找啊？然后呢，对，然后你就会，因为我们会请代书来，就会开始把一些过户文件都给我们说好，没问题，我们就拨款，我可能拨100万给你都可以，100万200万都行。那可是问题是你的房屋就会过到我名下，问题在哪边？问题过到我名下之后，如果你发现我是诈骗，都可以拿回去嘛。但我这个人头就会开始去找什么？找钱庄，找银行设抵押。所以你的房子到我名下之后，你就算拿回去，上面也你会背债，扎满了抵押权，你知道吗？而且抵押权的钱拨到我这个人头里以后，我就全部洗出去了。所以完全你拿到，你没有办法向我求偿，然后银行跟你的也是正当债权啊，银行怎么知道那个是假房子？对，而且你也是正当交易，确实有印鉴证明，有代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找履保？风险就在这边，因为一旦房子过出去之后，问题很多。好可怕。履保就像是一个，就像那个中继点一样，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确保你不会在没拿到钱的时候，房子先过去被别人给处分掉。然后如果真的要走进法律程序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依据保障。它基本上履保就不太会有争议了啦，因为如果有一方没给钱，他就不会交屋啦。其实诈骗不只是关于钱。它更触及到的是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情感。真的，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蛮好的。他说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别人，但不能不小心。真的哎。网络上也流传了一个很充满趣味的话。怎么说？他说：“天上无故掉下来的礼物，99%是诈骗，剩下的1%呢？”它就是鸟屎，参考。祝福大家出入平安，小心生活。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大伟，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